中国的民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星座会不会让战场透明？而中国的卫星星座能不能够把关键区域都看得通通透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呢，两个消息对比着看比较有意思。一个呢是前一段时间国外公布了一系列卫星上合成孔径雷达拍摄的照片，拍摄的是中国的军港，发现在雷达的面前啊，咱们这个22型隐身导弹艇全部显示了清晰的图像，说明这种雷达拍摄这种小艇效果非常好。另一个消息呢，就是这次珠海航展上，外国媒体关注中国的天仙星座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要发射96颗小卫星构成一个星座。按照新闻发布会的说法呢，这个星座可以实现全天候、全天时、全透明，对陆地、海洋、海岸、港口等进行高清晰度的成像观测，可为中国的海洋环境、灾害监测和土地利用等领域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一句，中国可不止这一个合成孔径雷达星座的计划，而且我们拥有这一类卫星已经10年了。换句话讲，利用这种雷达给地面、海面目标拍照，清楚地分辨船只是什么，我们早就能做到。天仙星座带的雷达呢是38索的，它的性能公布了分辨率为1米，幅宽100公里。也就是说，星座中的一个卫星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拍出来的地球照片啊，这个照片宽度是100公里，长度呢要看卫星在轨道上近地点活动情况。而地球上2个点的距离只要超过1米，在卫星照片上就能区分出来，这就是分辨率1米水平，基本上已经比较接近了光学卫星的最清晰的拍摄程度。合成孔径雷达它的原理啊，说起来其实不复杂，就是雷达呀，它的天线越小，雷达的波数就越不容易锐化，而雷达的这个天线越大，雷达波就越容易尖锐。如果用雷达给地面目标拍照的话呢，这个天线如果小了，效果就类似拿着粗毛笔在宣纸上画国画，只能画个大写意，你要这个看清楚是不可能的。而你要想照片很清楚的话，那必须用个很细的铅笔削尖了，精细的绘图。也就是说，你要让笔尖越细，也就是天线越大越好。合成孔径雷达就是在飞机或者是卫星上安装雷达，然后在天上飞，在不同的位置连续发射或者接收信号，然后呢，把不同位置的信号汇总起来，虚拟出一个巨大天线，相当于用算法模拟算出一个尖锐的笔尖，在照片上画画，这样就能把地面的情况，比如建筑、河流、桥梁、船舶画得非常清楚。而一个星座有96颗卫星，意味着我们在一个或者是若干个关键敏感区域，可以让不同的卫星在这个区域上空接力通过，这样随时总有一个卫星在头顶上盯着。而且呢，合成孔径雷达不受云雾昼夜影响，所以全天候、全天时这些区域对我们来讲就是持续透明了。另外呢，还有一种雷达，就是地面上它固定着不动，但是利用飞机的飞行，我们的雷达对空拍照，这叫逆合成孔径雷达。这样的雷达看到的目标就不是一个点，而是能把天上飞行的飞机那个外形画得非常清楚。反正呢，雷达和目标只要有一个是在运动就行，我们要的就是相对运动嘛。现在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在国内已经是白菜化了，我们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救灾无人机，还有新的战斗机基本都带着，已经是我们对地侦察手段中一个很常见的设备。不过呢，合成孔径雷达拥有之后，也不见得就把什么都看得特别清楚了。它的弱点是对干扰非常敏感，遇到强大电子干扰，很容易影响成像清晰度。所以我们的侦察体系光靠这个还不行，还需要高清的光学卫星、红外的成像卫星，跟我们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相配合，保证对一个区域可以有多种手段进行观察。你比如光学侦察卫星，我们现在的清晰度能做到10厘米水平。至于红外成像卫星呢，我正好在航展上问了一下，在热成像领域领军的单位之一就是中电的11所，他们说他们的热成像仪目前已经做到了4K 清晰度了。所以我们把这些手段综合起来，形成覆盖多个频谱的星座，就真的能够让地面、海面，甚至是部分地下、水下的目标就没法藏得住。那么通过这样的侦察体系，和平时期我们用在救灾就非常有用。比如说现在山西那边的大水，通过这样的一个卫星体系，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什么地方有灾民需要抢救，什么地方水漫得比较深。而到战时的时候呢，真的可以让对方的大型装备无处躲藏。好，
关于中国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星座能干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